假如程毅当年签了大公司，他还会是今天的程毅吗？假如程毅当年就是13年前刚出道那会儿，签了一家资源顶天的大公司，走了那条最快的流量路线，天天上综艺，买热搜，炒话题，你觉得他还会是今天这个程毅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我这2天一直在想，因为最近这个名字是真的躲不开。莲花楼播完都3个月了，李相夷那个表情包还在朋友圈刷屏，英雄志那边刚杀青，路透视频一出来，评论区全是催定档的。一个出道13年的演员，突然就成了热搜常客。但你要是把他那张履历表摊开来仔细看，突然这个词其实用的特别不准确。行了，事情是这样的。2011年出道，早年在抗日剧里跑过龙套，在国偶剧里演过那种镶边的男配，青云志里演林惊羽被记住了一点，结果转头又消失在各种小成本网剧里。这么一路下来，一直到2020年琉璃爆了，观众才突然反应过来，哦，原来那个在横店拍了10年戏的男生，他是真的会演戏。所以你看，说突然走红，不如说是慢火炖汤，火候到了，汤自然就香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锅汤到底是怎么炖出来的？说回横店那10年，你得先明白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横店这地方，每天有多少群演，多少男配在绿幕前吊威亚？成千上万。对这些人来说，提前到片场，吊威亚，被威亚勒得难受，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，这就是普通人讨生活的日常。就像我们每天挤地铁上班一样。程毅特殊在哪儿？特殊在他把这份日常坚持了10年，而且是较真到有点轴的那种坚持。拍琉璃的时候，据说他每天提前2个小时到片场热身，吊威亚扭伤了腰，也硬扛着没请假。到了沉香如屑里有场吐血的戏，说他先灌了半瓶矿泉水再拍，就为了让那口血吐出来更真实一点。这些细节后来被粉丝挖出来当励志故事，但说白了，放在他自己那儿，可能就觉得是分内的事。还有更狠的，莲花楼里李莲花据说有100多场打戏，我印象里是132场，凭印象说2，不准的话评论区指正。他提前3个月进组练剑，武术指导提过一句，说到巨剑都被他练断了2把。拍底线那种证据，他跟着法官上了几个月的班，开庭坐在旁听席记笔记，据说法院新来的还以为他是新到岗的书记员。老粉应该都懂我在说什么。这种死磕的笨功夫，说实话，现在年轻演员里头真不多见了。慢工出细活嘛，这话搁他身上一点不夸张。好，重点来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得插一句，聊程毅这个人，网上其实一直有几种不同的声音。我先把这几种声音都整理一下摆出来，你听完整再判断，别急着下结论啊。第一种是观众这边的声音，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。从古偶里那个青涩的小神仙，一点点变成能撑得住复杂角色的演员，这个过程大家是看在眼里的。就像看着邻居家那个孩子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，你会由衷替他高兴。在这个真假难辨的圈子里，这种真实感反而成了稀缺品。然后第二种声音，我得说清楚啊，这不是我的观点。当年有制片人说过一句挺直白的话，大意是觉得他长相不算特别惊艳，演技也不是那种天才型的，没想到现在观众就吃这套。这话乍一听有点刺耳哈，但你想想看，不是天才型，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这一身本事不是老天爷赏饭，是他自己一件一件，一场戏一场戏磨出来的。天才型的演员当然厉害，但天才靠的是天赋，而程毅这种靠的是可复制、可积累、越用越扎实的硬功底。你说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哪一种能走得更远、更稳？我倾向于后者，虽然这只是个人判断，不绝对。所以那位制片人那句话，恰恰点破了一个更大的事实，当流量的泡沫开始退潮，当快餐式的表演被观众看腻了，大家开始重新珍惜
会老老实实演戏的人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时候能被市场选中，绝不是运气。说到这儿，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。一个人肯用10年，把功夫下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这份坚持本身就值得被看见。第3种声音是业内的视角，这个就更有意思了。程毅没签过什么顶级大公司，没炒作过绯闻，连综艺都很少上。按理说，这在如今这个小红靠捧，大红靠命的逻辑里是很难跑出来的打法，可他偏偏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得补一句，他对红这件事的态度才是最让我意外的。有采访问他走红什么感受，从流传出来的说法看，他大概意思是，现在去超市戴个口罩还能自由溜达，挺好的。社交平台上除了宣传剧，好像就是发片场的盒饭，收工路上看见的月亮。还有回直播，粉丝让他多发点自拍，据说他特认真的回，说手机里全是剧本截图，真没什么存货。这些说法处我没一个个核实过啊，凭印象说的，但那个感觉是对的，你品品，特别符合他给人的那种反差感。在一个人人都想被看见的圈子里，他好像没那么在意被看见这件事本身，他更在意的是演好戏这件事。行，那现在我可以回答开头那个假设了。假如他当年真签了大公司，走了流量路线，我个人觉得啊，他可能会红得更快，但绝对红不了这么久，也红不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因为流量是借来的，是市场周期给的，潮水一退就没了。而他现在手里这份东西，是自己一寸一寸攒下来的，是拿不走的。你看他现在演戏那个节奏，稳得很，完全 hold 得住。这就像长期价值股和短期概念股的区别，一个看估值，一个看现金流。程毅走的是现金流那条路，慢但稳。所以他到底凭什么？凭的就是这10年，把地基打得比谁都扎实。用10年时间把基本功磨到这个程度的人，红得久，本来不就是应该的吗？程毅今年33，在娱乐圈这个岁数不算年轻了。有网友开玩笑叫他老来红，可我觉得吧，这哪是老来红，这是水到渠成。你看他现在接的戏，英雄志里落魄的贵公子，狐妖小红娘里挑战反派，还有传了好久的那部谍战剧邀约，他这不是刚火，他是刚刚迎来真正的黄金期。这个选戏的判断，说真的很有 level。 不过说到那部谍战剧，还有他挑反派角色这个选择，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特别值得聊的判断，一个到现在还没什么人细说的点。但这个我留到下期咱们专门聊一聊，一个刚刚站上黄金期的演员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选那些不讨好的角色。这个选择背后藏着他对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判断。你要是也好奇，去把他英雄志那段路透翻出来看看，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这期就到这儿。慢火炖汤的人往往笑到最后，咱们下期见。